天哪，这小官经貌比潘安，容貌惊世，要是能一度春宵，我死了也愿意。是啊，真不愧是大渊第一男花魁杀阡陌。天哪，连名字都迷死人了。说不定只有这张脸能看，其他地方不中用呢。沈之夜，这花魁据说一夜要万金，你别是得不到就要诋毁他。就是，谁说我得不到？杀阡陌，你这是第一次与女子同榻。重要吗？重要啊！我有结疾，我只要你们青楼里最干净的小花。奴家是第一次，那小姐你呢？我有家室，可是我的夫君却在新婚之夜抛下我去见别的女子。他既让我如此伤心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身如玉呢？想不到小姐还是一个伤心之人，那奴家一定尽心尽力。这时候还早，就让奴家再伺候伺候您吧。因我不过露水之欢，若不是我昨日心中苦闷，多喝了些酒想要报复，根本不会与你纠缠。你要记得你的身份，莫要越界。之前是留给你赎身的，你以后可以不用再去那烟花之地了。小姐，这是要对奴家始乱终弃吗？你可知我是……无论你是谁，我们都得结束了。因为我已经有夫君了。你不许走。我们一没拜堂，二没成亲，不过各取所需而已。昨晚之事就当没发生过，以后你也莫要再纠缠。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就凭你，沈之夜，你可真能吹。就是，我看你就是得不到偏说葡萄酸。你一个深宅小姐，怎么会跟花魁小官有认识呢？本小姐已经得到了，用过不好用，甩了。哼。当真是因为不好用，所以你才甩了我。如果小姐不满意，那本小馆儿就请小姐再好好感受一次。杀阡陌，你怎么追到盛京来了？她是京城沈家大小姐，沈之意。走，进城。您这是要名分？天哪，沈之意竟然与绝色男花魁之前就认识，看起来关系还匪浅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沈之意不是3天前刚和小侯爷谢婉舟大婚的吗？居然还和外男有染，真是有种门楣。就是，跟我走。当初不是说好，你我2人好聚好散，现在又为何过来纠缠？纠缠？原来奴家在小姐眼里竟是如此下贱。
奴家连个名分都没有，何谈纠缠一事？不如小姐给我个名分，让我也好大大方方的纠缠一次，如何？你疯啦！你只是一个青楼男妓，本小姐可是沈老元帅的独女。再说，我有夫君，你离我远点。王爷，要属下去抓回来吗？不必了，这小野猫要慢慢调教才好玩。要不是因为谢婉舟生性放荡，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我也不至于伤心至此，去青楼买醉点小馆，还惹上这么个情债。知意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一整天。小侯爷不去陪你的裴明哥，找我做甚？知意，你能不能懂事些？大婚当夜，我不是有意要抛弃你，实在是明哥受了伤，我不得已才连夜赶到军营照顾他。就是因为你的不得已。第二日新婚之夜，我独守空房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都，不仅我，还有我爹，都沦为了京城的笑话。明哥行军打仗，那是为百姓受伤，而你呢，却还在这儿计较那些脸面。谢婉舟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裴明哥根本没有受伤，他在你心里就当真如此重要，让你新婚之夜抛下我去找他。你怎么知道明哥没受伤？那天晚上你们两个搞出来的动静，让回营的将士一夜未睡。听说你们还差点把营帐给搞塌，我就是想替你瞒，都瞒不住。知意，那只是意外。意外？裴明哥对你的心思，你当真没有察觉？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察觉？知意，那天晚上我和明哥都喝多了酒，情不自禁，所以才……好了，知意，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别人用过的男人，我嫌脏，我要跟你和离。沈知意，你是我谢婉舟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全京城上下都知道，你爱我入骨，离开我，你看还有哪个男人敢要你？谢婉舟，你混蛋！为丈夫管家纳妾，开枝散叶，是你一个当家主母应尽的本分，而你却在这斤斤计较，争风吃醋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你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小侯爷说的对。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婉舟哥哥，既然沈小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，那我也就不瞒着你了。谢婉舟，你竟然纵容他登堂入室！我喜欢婉舟哥哥，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所以还请沈小姐不要再难为他。裴明哥，你身为一个女将，却拆散别人夫妻感情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哪里有一点女将该有的样子？沈之意，你一个深宅妇人，跟我聊什么是女将军？打过仗吗？区区妇孺也敢对本将军指手画脚？啊！你一个深宅妇人，竟敢打我！知意，你怎么能动手打明哥呢？既然甘愿做妾，那就得守做妾的规矩。如果你不答应和离，那我就会以正妻的身份好好教教裴明哥如何侍奉主母。婉舟哥哥，你看他这泼妇样，哪有什么千金大小姐的做派？既然他要和离，那你就答应他了吧。我绝对不能和离，否则我还怎么继续借助大帅府的乘龙快婿的身份，在军中和朝堂如鱼得水，实现本侯谋划多年的计谋？
晚舟哥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沈之意，你想跟我和离？做梦！宁哥，我们走。小姐，这姑爷未免也太过分了。难道他忘了这些年究竟是谁掏心掏肺的对他？甚至你为了他，甘愿放弃自己堂堂大院第一战将的身份？是啊，当初为何这么傻？军医，李渊将军，我的身份不能让谢郎知道。是。谢郎伤势如何了？谢百夫长武艺不佳，却贪功冒进，只身闯入敌军军阵之中，被乱刀砍中，以致身受重伤，流血不止，而且全身经脉尽断，只怕救回来也沦为废人。谢郎不能被废，他的毕生梦想就是立下军功，重振镇远侯府门楣。倘让他就此沦为废人，肯定会想不开了结自己的。可还有其他办法？有，需心头血做药引。小姐，想要谢百夫长恢复如初，除了以心头血作为药引之外，还需您舍弃一半真气，注入谢百夫长体内。小姐，这样的话，您将无法使用真气，施展任何武功都与常人无异。不然，轻则吐血，重则真气逆流，当场爆体而亡。当初若不是小姐您将浑身上下一半的真气全部传输给姑爷，就凭他之前武功平平，凭什么短短3年时间里，就从最低级的百夫长屡立战功，成功袭爵，成为现在赫赫有名的镇远侯？而您呢，沦为废人，只能放弃自己曾经的身份，甘愿沦为一个家宅妇人，甚至还为了他散尽您的嫁妆，只为补贴他镇远侯府家用。我曾经失去一切，只为圆其梦想，与他长相厮守。可他却负了我。既如此，小姐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既然谢婉舟不肯与我和离，那就逼离休夫。本将军亲自提笔书就招夫帖，我倒要看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王爷，手下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您放着堂堂的漠北王不大，为何千里迢迢来到大渊国都，伪装成青楼当红小官，只为寻找一个闺阁小姐？一群蠢货！你们当真以为本王会被一个小女子左右？我有种直觉，她和黎渊有着极深的渊源。黎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黎渊是本王在这世上唯一棋逢对手的敌人。驾！
漠北王，你输了。可恶，半招！当年他只用了半招就险胜本王，3年了，我日日夜夜都想再跟他见一面，再战一场，将当年的屈辱100倍奉还。也就是说，当初青楼雅间那个女子是……没错。挑你们店里最俊俏的小花给我找来，今晚服侍我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的眼神，漠北王，你输了。好像梨园。吩咐下去，今夜本王就是青楼里最俊俏的小鬼儿，那位小姐，本王亲自伺候。您是说那个沈之意竟然是失踪了整整3年的大渊第1女战神李渊？李渊此人，无论是从武功还是兵法布阵，皆属于上乘。但自从那一夜，本王也没有办法确定他究竟是不是李渊。您的意思是，就趁着夜色深沉，本王打算再去试一试他。你就别去了，你太容易被认出。是。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的武功怎么和1年前的梨园战神一样？莫非你是……这么想知道答案，那就把命留下，去认阎王。看你们的招式，应该是漠北人吧？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来侵犯我大渊？梨园战神在1年前已经病死了，一定是假的。3年前，本将军率100万雄师马踏漠北王庭时，曾留下3言：兄弟们，住手！犯我大渊者，杀！不自量力者，杀！这真的是梨园战神！走！无在，大渊在。梨园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姐，你莫非忘了，这3年内你不可使用真气，否则随时有爆炸身亡的可能。无妨，小伤而已。明日你就将招符帖贴在城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上。是，小姐。既然他谢婉舟做得起初一，辜负了我的真心纳策使，那我就学他昭告全城，以镇远侯府主母的身份招侧夫。之前要那么多次都喂不饱你，小馋猫。还不是侯爷威猛，难免日日想着。别急嘛，侯爷。你说是我进了门，沈小姐万一争风吃醋起来，那我们……别怕，有我护着你。再有10日就到元帅班师回朝的日子，届时我和据理力荐，纳你做侧，他会答应的。不好了，侯爷，夫人正在全城招婿，说要和你一起选侧夫，全京城闹得风风雨雨。什么？沈之一他疯了吗？按这么说来，那沈之意真的是李渊，武功招数如出一辙。不，梨园此人诡计多端，他曾使用金蝉脱壳之计，让我军损失惨重。这功夫一样，
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李渊。此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您的意思是，沈之意就是李渊的障眼法？大王，好得很。本王正愁没机会试探虚实，这机会就来了。看来本王要去趟神府，参加这选夫大典。你们呢，都给我好好跪着。我们家小姐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会选的，想成为她的夫君，得先过我这关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沙千墨，你来这儿做甚？小姐，听说你在择选夫婿，奴家也想来参加择选，顺便帮你长长眼。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凭什么？就凭奴家呀，有经验。哦，原来你不是神府的人，你也是应选者。在下户部侍郎庶子裴昭见过小姐，久闻小姐才貌双全，今日一见，确实如此。哎，在下云辉将军之子李强，对您是仰慕已久啊，更将小姐之父沈定邦沈元帅视为毕生追求之典范呐。若是我能成为沈元帅的女婿，那可真是三生有幸，光宗耀祖啊！小姐，快瞧瞧，这又是一个冲着将军浓眉的荣耀来的。要你管？真不错啊，有点姿色，是本小姐喜欢的。今儿啊，小姐只能选择一个人，只能是我。就凭你一个青楼小官，你也配？小姐好狠的心啊，想将奴家吃抹干净，不仅连个名分也不给，这还当众选婿。小姐心里就一点都没有考虑奴家吗？你堂堂盛京第一男花魁，你别玩不起。我知道，你呢是打算羞辱谢婉舟才这么做。那既然要羞辱，那倒不如一不做，二不休。而奴家的身份越是下贱，对谢婉舟的屈辱就越大。小姐，你就考虑考虑奴家吧。有道理啊，那就决定是……慢着，慢着！沈之意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自古以来，女子不嫁二夫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如此离经叛道，公然昭告全城纳策夫的？你就不怕被进猪笼吗？你……哎，此言差矣。如果奴家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陛下为了奖赏黎渊将军屡立战功，特意封黎渊将军为王，但黎渊将军拒绝了，用他的战功换取你大渊的男女平等。陛下降下恩泽，允许女子纳策夫进祠堂。哎呀，这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俊美的男子？给你做侧夫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对对对，你最美了。那是自然。沈之意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竟然敢当着我的面与外男打情骂俏，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那我不管。女子纳策夫，虽然是陛下所下，但大渊向来都是一夫多妻制，从未有人把这当回事。
那我今天就偏偏要打破这规矩，嫁二夫正妻纲，你又当如何？难道你还想抗旨不成？九族抄斩吗？简直荒唐！你今日呢，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答应与我和离，这绝无可能。若和离了，我还怎么继续在这镇远侯府拿到功名利禄？那你就只能答应我纳侧夫。你听说你就是青楼楚馆的小官，叫杀阡陌？是奴家呀，没错。区青楼小官，如此下贱之人，也配给之意做侧夫？你的脸呢？非也，跟谢小侯爷宠妾灭妻、恬不知耻比起来，简直是尔尔。小姐，你看看他呀，他凶人家，小姐一定要给奴家做主。好好好啊，我给你做主。小姐，您就纳了我吧，怎么着都成。当真是青楼里出生的男宠啊，惯会勾人。好好，都听你的。今日啊，谁都不选，就选你。咱们走，走。沈之意，你若是敢纳她做妾夫，我就立马娶明哥做妾。按照之意之前的性格，一定会因此妥协，甚至跪在我的面前求我原谅他。哼，我看他怎么给我道歉。那可太好了。这样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，我们一起把婚给办了。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沈之意，原来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，你收绿帽子还要挑时辰啊？你花轿到！今天这镇远侯府夫君和娘子同时纳册，千古奇闻呐！可不是嘛！现在大街小巷就没有不知道的。据说皇上都惊动了。来人，将我给侧夫准备的聘礼抬上来。真不愧是元帅府的独女，那侧夫不说，居然下如此厚礼。我们家小姐说了，凡是来参席观宴的，都可领10吊铜钱。大家快来沾沾喜气吧！将军府真是气派啊，这得多少真金白银啊！夫君，你给妹妹准备的聘礼呢？抬上来。哟，这侯府怎得如此寒酸？聘礼也太差劲了吧，还不如寻常人家娶亲呢。你们这些贱民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哎呀，侯爷这是被踩着痛处，急了。谁不知道侯府是个破落户？要不是靠着元帅府，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有脸纳册？呸！沈之意，今日之耻，他日定100倍奉还。侯爷还请让开些，别挡了我家小姐下聘迎亲。吉时到，迎新人，接喜榻。等等。沈之意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依据我朝例律，侧妃进门不可穿正红，小侯爷不会不知吧？侯爷，明哥的衣裳可是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。沈之意，明哥是将军，有军功在身，如今已经这样委屈他做侧室，怎可在……侯爷这是要知法犯法。侧妃刚进门，侯爷就要宠妾灭妻吗？那他也要换。
夫人，大哥，他好凶啊，奴家怕怕的。不怕，不怕。侯爷莫不是忘了，自古女子纳策从未有先例，所以这穿不穿正红，走不走正厅，我这个侯府的当家主母说了算。你这分明就是耍无赖！来人，给裴小姐更衣。侯爷，我不换衣服，我不换。夫人，您这么做，大哥不会生气了吧？无妨，夫君是不会跟你计较的，毕竟他脸皮厚。沈之意，杀阡陌！忍忍吧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侧室入门，本该如此。一拜天地！二拜主母！沈之意，你这是何意？侯府没有长辈，我这个当家主母自然是要为夫君主持大局。这一拜，我受的当然是理所当然。婉州哥哥，你看看，又在刁难我了。明哥，大局为重，先忍一下，进了门再说。开始吧。二拜主母！沈之意，你给我等着！迟早你正妻的位置是我的，你拥有的一切也是我的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得意！夫妻对拜！之意他是因为太爱我了，才会这样针对你。日后我会补偿你的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且慢。裴姨娘与侯爷青梅竹马，我想应该不急着一时入洞房吧。按照规矩，你该给我敬茶了。沈之意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哦，裴姨娘此话何意？难道是不想入侯府？沈小姐果然深明大义，亲自给夫君纳妾，还如此大方的操持全局。那当然，沈小姐可是元帅的独女，自然是礼数周全。其实小门小户家里可比。快敬茶！敬茶！快敬茶！沈之意，就算你是主母，那又如何？婉州哥哥只爱我一人。裴姨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讲，尤其是当着满城权贵的面。难道你想让侯爷当个宠妾灭妻的罪名，沦为全城笑柄？所谓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这镇远侯连个侧室都镇不住，还怎么为陛下分忧？听说他还想封王，我看啊，当个王八还差不多。明哥，给主母敬茶。婉州哥哥，敬。手抬高些。主母，请用茶。还算规矩。赏。一枚铜板，你打发乞丐呢？婉州哥哥，放心，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既然你要明哥给你敬茶，那么作为主夫，他这个侧夫
是不是也该给我跪下敬茶？你，夫人，无妨，阿莫敬茶便是。本王敬的茶，只怕小侯爷没那个命喝吧。你，杀阡陌，夫人，阿莫没事。这只是开始，只要你进了镇远侯府，我是正夫，你是侧夫，高低有序，长幼有别。我让你坐着，你就不能站着；我让你往左，休想往右。若是敢违逆半分，我就替夫人休了你。谁他娘的放狗屁！这落魄小侯爷，想休就休吗？先生，请恕罪。铁蛮儿挨迟一步。他竟然能让漠北4大战将之一铁蛮儿如此恭敬地跪在他面前。这个杀阡陌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究竟是谁？莫非你是漠北王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传闻这漠北王南宫幽冥曾是漠北上一代波盘可汗的弟弟。波盘可汗为了防止兄弟篡位，杀死了自己18个兄弟。这南宫幽冥为了保住一条狗命，装疯卖傻整整10年，生活在猪圈，与猪狗同住。嗯，好喝吗？好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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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喝啊！老子就给你多撒点，让你喝好喝够。他毕竟是咱弟弟，不太好吧？一个傻子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也是。不好了，大军败了，波盘可汗他死了。什么？可汗死了？整整10年，他终于死了。主，你不是傻子！王爷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在战场上暗杀可汗。您训练的士兵已在10里外等候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！众人听命，是。随本王匡扶幼主，清君侧，杀！南宫幽冥掌权后，不仅杀光了他的所有手足至亲，还将皇嫂做成了人质。听说他故意留下波盘可汗的质子，挟可汗以令诸侯，3年变成了草原霸主。一时的隐忍，只不过是为了摆脱困境。那哥哥侄子欺他辱他，也倒是该死之人。我倒觉得他能屈能伸，倒算是个英雄。从来世人只嘲讽我装疯卖傻，痛斥我残暴嗜杀，没想到今日竟会从他口中听到英雄二字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被至亲之人算计、羞辱多年，倒是个可怜之人。他这是在心疼我吗？你是他吗？夫人，您误会了，因为我们漠北王与先生有深厚的交情，特命我来送贺礼，恭贺先生。
喜结良缘。好多的珠宝，好多的金子。这杀阡陌到底跟漠北王有什么关系？居然能令漠北王送上如此大……先生，这些薄礼，您还满意？十分满意，谢过将军。多谢漠北王。还好，他不是漠北王。传闻中，漠北王天生长相丑陋，青面獠牙，身高9尺，常年以面罩遮面。你这弱不禁风青楼小官，完全没可比性。就是一个承欢于女子身下之人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你胡扯什么？这一巴掌，我替漠北王赏给你的。你再敢乱说我们大王，小心我杀了你！放肆！我乃大渊一品国侯，竟敢打我！你侯爷要怎么样？你羞辱先生，就等于羞辱我们大王。再废话，我捏死你！此件事毕，铁门儿就先告退了。李泌送入洞房。沈之意这个土妇，胆敢让我如此丢人！我堂堂镇远侯，现在竟成为京城里的笑柄，这让我以后如何在这里立足啊？没想到区区一个小官，背后竟有漠北王做靠山。相公，你这是请了一个祖宗回来，日后指不定要怎么张扬呢？不会那个时候连侯爷您也不放在眼里了吧？他敢！去那边打探一下。说吧，你与漠北王是什么关系？回夫人的话，奴家多年前曾救过他，他生性冷漠，不愿意欠别人人情，这次帮了我，也算是两清了。这么说来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原来如此，还以为他有多大的背景，到头来还是一个银样蜡枪头。不过是一个男宠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，慢慢收拾他。给你出气。夫人问也问了，闹也闹了，就让奴家早些就寝吧。你忘了，我们两个是逢场作戏了。你们俩夫妻还真有意思呀！这夫君在外面寻欢作乐，这正妻纳了个侧夫，却碰都不碰一下。你这是在教训我吗，侧夫？哪儿能啊！奴家是想让娘子留下来陪我。不行，我不能留在这儿。所以，你到底是不是李渊？为何我越是靠近你，又越觉得这么熟悉？不知大王如何确定沈小姐是不是李渊？当年我和黎渊曾经大战数十回，有一次刺中了他的左肩。若他真的是，那左肩必定有伤。他到底是不是黎渊，一试便知。我纳你只是为了逼他合理，你若是安分守己，我倒是也不会吝啬给你个栖身之地。只是你莫要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来。从此之后，你我就分床睡，
井水不犯河水。要是奴家不愿意呢？夫人，你纳我为侧夫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刺激隔壁那位吗？今日之事未尽如人意，倒不如咱们来些大动静，再气他一回。只是不知道小官人你行不行啊？夫人，你这是挑衅为夫吗？难道他真的不是离人？今夜只是我对你的一场测试，你若是不能让我满意，明日我便休了。那为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都已经4个时辰了，他们到底还有完没完？哎呀，侯爷，您又何必生气呢？这次你有1炷香时间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可恶，我1炷香时间就完事儿了，他们竟然3个小时还在进行床底之欢。这对奸夫淫妇，我早晚收拾他们。睡觉。姨娘，听说昨晚那边浇了18次水，我们下人整整1夜都没睡。什么？18次？他们疯了吗？看不出来，那个杀阡陌竟如此生猛。没想到这个小侯爷竟然是个外强中干的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夫人，夫人。干嘛？时间还早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好啊。侯爷，你说这沈之意与身为青楼花魁的杀阡陌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？莫不是那沈之意一直背着侯爷您流连于青楼之中？只是这南风馆一直都是出了名的销金库，这沈之意哪有这闲钱去那儿潇洒？他哪来的钱？还不都是我们侯府的？我整日辛苦打拼，他倒好，坐享其成不说，还拿着我的钱给我戴绿帽子，真是个贱货。就是，这沈之意呀，拿着侯府的钱去外面纸醉金迷，心里还一直看不起侯爷您，简直是猖狂至极。以后这钟馗就交给你了，也该让他知道知道，谁才是侯府的主人。小姐，这真不愧是宫中御赐的复痕霜，那样深的疤痕，才仅仅抹了3年就恢复如初了。现如今，这是一点也看不出曾经受的伤了。沈之意，本侯决定，从今往后，这家中钟馗之权就交给明哥了。现在命令你速速将管家印信交出。谢婉舟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姐姐息怒，既然现在我与侯爷已经喜结良缘，那你我之间便是一家人，姐妹之间分什么彼此吗？明哥所言极是。妹妹也是看姐姐日夜操劳家务，实在是太过辛苦了，想给姐姐分担一些。姐姐不会如此小气吧？小气？这管家之权可不是谁都能当得起的。侯爷，你看姐姐，她又在小瞧我了。沈之意，明哥跟我一样，
在军中指挥着上万人行军打仗。这侯府区区不足几百人，对他而言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今日就是要抢夺我这个正妻掌管钟馗的权利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若是出了事，又该如何？镇远侯府本就是我的产业，出了事，自然是由我来负责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丹红，去将钥匙和令牌拿来。这儿是侯府的钥匙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谢过姐姐了。你们莫要大手大脚，可要省着些花。沈之夜，之前你克扣我用度，害得我每月份额都不够。如今啊，我偏要大花特花，你少多管闲事。明哥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姐，他们也欺人太甚了吧？这钥匙就白白给他们了？如今这侯府只剩下一个空架子，之前不过是靠着我的嫁妆强撑这些脸面。这如今呀，他们拿走了钟馗，可断没有再让我出钱的道理。我倒是要看看没了我，他们能撑多久。是，小姐。夫人，已经3日不见你了，去哪儿了？夫人，奴家去处理了一些小事。你既不是梨园，那本王也就不陪你玩了。大王，密探查到，宫里每个月都按时送给沈小姐一种膏药，接连不断，已经3年了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据密探所报，那个药名叫复痕霜，可以覆盖身上的伤痕，令肤色恢复如初。是大元皇上亲自下旨，让太医院特意调配的，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沈小姐送去。她一个深宅妇人，竟然用这去痕药用了整整3年，看来这沈小姐的身份果然不简单。罢了，本王就再回府里陪她几日，看看她究竟是不是梨园。侯爷，您真要支走1000两白银吗？你是耳朵聋了，听不见本侯的话吗？速速去给我取来！明哥这一次得胜归来，还未来得及补办宴席，本侯要亲自为他操持，好好的补办一场。到时候我再找机会，好好羞辱羞辱沈之意，休了他那个侧夫。哼！侯爷，您对明哥可真好，只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不高兴，我怕那个时候又要跟侯爷您生气了。谁用他多管闲事？更何况，明哥你这一次不仅是得胜归来，还被陛下亲封了第10大女将军，将来啊，有望超过第1大将军黎渊。作为你的夫君，当然要为你大办特办。老爷，三思啊！要是真支走那1000两白银，那账上可就亏空了。少说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。我这偌大的侯府，还在乎那区区1000两银子？我不管你是去偷去借还是去抢都好，哪怕是你把我侯府的地基抵押出去，也务必要把这场宴会给我办得豪华隆重。夫人，侯爷他昨日又从账上支走了1000两白银，让他支走便是。那可是整个侯府的全部现银了。小姐，照侯爷又这样挥霍下去，只怕整个侯府都要被他败光了。
要不要老奴去提醒提醒侯爷？不必提醒，你只管服从命令便是。以后他要什么，你就给他什么，其余的事情你一概不要管。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。明哥，你看，这件衣服用的是最好的绸缎，是我花了500两，找了最好的绣娘，不眠不休的赶工3天，才绣出来的，并且找了最好的裁缝缝制出来。宴会那天，你就穿这件吧，定然能够惊艳全场。还有这个头饰啊，是我找了京城最好的师傅，花了1000两，亲手为你打造。宴会的时候，你就戴这个。这把扇子，这扇面用的是天然蚕丝，扇面上的字是我花了2000两，找了当世书法大家王道子亲笔所写。这个最大的东珠，还有这个进贡的胭脂。侯爷，您对明哥可真好，明哥当真是无以为报。我与你两情相悦，自然是要让你风风光光的站在所有人的面前，把脸面给我正来。管家，去把我那颗价值3000两的千年老参送到厨房去，给裴姨娘炖汤，好好补补身子，早点为我侯府开枝散叶。晚舟哥哥，夫人，侯爷给裴姨娘买了一颗极品夜明珠，17000两；一套纯金头面，3200两；一颗进贡的大珊瑚，9600两；还有一匹汗血宝马，15000两啊！谢婉舟这几日一共花费了17万两，他倒是真敢花呀！你竟然会心算！只有接受过皇室教育的公主和王子才会学习心算，并且要勤加练习才能掌握。阡陌是如何学会的？还算得这么快？原来这个叫心算呀！奴家自幼家境贫寒，从小流浪在外，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是他教给奴家的。奴家也是方才得知，原来这个叫心算。是吗？这个杀阡陌似乎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简单，或许是有意隐瞒。奴家断不敢欺瞒夫人。沈小姐做事不像普通闺秀那么温婉贤良，倒浑身透露着将军之光，好手段啊！她真是越来越像梨园了。我再找个机会试她一试。放心，我自然是信你的。小姐，顾爷的庆功宴已经开始了，让奴婢请小姐赶紧过去。走吧，带你去看出好戏。今日多谢大家赏光，来参加裴将军的庆功宴，让我们一起庆祝裴将军得胜归来。恭喜裴将军，在这个年纪成为第10大女将军，以后要登顶第1女将军的宝座指日可待。是啊，更何况裴将军与侯爷伉俪情深，这才是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呢。我大渊有裴将军和谢侯爷守护，定能一统四方，雄霸天下。多谢大家抬举，我和明哥一定为大渊尽心尽力，定不负皇上重托。沈之意，我现在可是闻名天下的女将军，但是别着急，等你在我给你精心设置的鸿门宴上当众淫乱的时候，你也会闻名天下的，只不过是身败名裂。姐姐，今日是侯爷特意为妹妹我办的庆功宴，在这种场合，你要带个小官前来，你是真不怕丢脸？小官又如何？你作为将军，却踩高捧低，嘲笑苦命之人，难道这就是你的治军之道？既然不嫌弃我小官的身份，他不知道所有人会对他指指点点吗？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阡陌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，倒是你作为妾室，却不给正妻敬茶，好没规矩，难道不嫌丢人吗？
夫人，请喝茶。妹妹还真是没有规矩，太低了。又拿歪了。夫人，请喝茶。给我下媚药，那就让你自食恶果吧。妹妹给我敬茶，长幼有序，我也该敬妹妹一杯才是。姐姐敬妹妹，妹妹怎么不喝呀？她会好心给我敬茶，怕不是这茶里有什么东西吧？姐姐，陪妹妹一同饮下吧。真是有趣。我功力比你深，我看咱俩谁先熬不住。我可是黎渊，我的功力不知比你深了多少倍。3、2、1。我好热。这是喝了多少？来人，扶陪姨娘下去休息。姨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姨娘，姨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姨娘，姨娘，哎呀，这侯爷，不好了，侯爷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是裴姨娘在和马夫私会呢。什么？走开！走走走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就不必跟过去了。你们玩的挺花呀！侯爷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侯爷，都是姨娘勾引我呀，侯爷，放过我，侯爷，都是姨娘勾引我呀，侯爷。侯爷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沈之意，是你给我的那杯茶有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害你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如何害你？再说，你说我害你，你有证据吗？侯爷，都是他，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他想要陷害我。我相信你。沈之意，你已经是侯府夫人，为什么还要如此心肠歹毒，三番五次的针对明哥？我针对他？谢婉昭，说来说去，这不过就是你宠妾灭妻的借口。既然你如此爱护他、厌恶，那就痛快与我和离啊！本侯此生只有丧妻，没有和离。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心狠了。来人，上家法！只要你跪下给明哥道歉，今天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什么？
今晚不究，裴明哥当众给你戴绿帽子。沈之意，你心思歹毒，牙尖嘴利，为夫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谁给你的胆子对我的妻主下手的？这杀阡陌竟然会有功，这气儿，难怪他能一晚18次。不行，在查清楚真相之前，本王绝对不能暴露身份。哎呀，夫人，他要打死我们！不怕不怕啊！沈之意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做错事，我作为丈夫自然有权利教训，哪轮得到你这个侧夫插手？夫人，既然奴家是夫人的侧夫，那就让奴家来受罚吧。阡陌，不可！既然你想替他受罚，我就成全你。阡陌，你快走！这件事情本来就与你无关。奴家是你的侧夫，此事怎算与我无关？还在这打情骂俏，看来是打得不够狠啊！沈之意要是还不休夫，我就打到你同意为止！揍你！揍你！我操，打不动了！谢晚舟，你混蛋，住手！沈之意，你要是不想他死，就休了他，乖乖的做我的贤妻良母。以后莫要再提和离二字。夫人不可，不然你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。谢晚舟，你当真以为我治不了你吗？那你倒是治一个试试。要不然你养了这条狗，必死无疑。不行，我有伤在身，还不能动。您将无法使用真气，轻则吐血，重则真气逆流，当场爆体而亡。若非本王为了追查离渊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就凭他谢晚舟这般猖狂，本王顷刻间就能让他灰飞烟灭。没想到他骨头这么硬，执意如此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直接弄死他，这样你也不用休夫了，直接办丧事。拼了！侯爷，出事了！寨主找上门来了。谁的谢晚舟？出来！谁的谢晚舟啊？谁的谢晚舟？出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对本侯如此无礼！哼！最近谢晚舟吵得本王心烦。大王，你想怎么处理他？这样，你去。我是不是看花眼了？莫北王怎么在这儿？要钱去找账房先生。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，是谁给你们狗胆？哼，你就是谢晚舟啊！还钱！哼！侯爷，这府上实在是没有钱啊！胡说！我堂堂镇远侯府，怎么可能会没钱？谢晚舟，当年你父亲老镇远侯因为延误军机导致边关失守，被皇上下令抄家，男人几乎全部杀光，女眷全部进了教坊。只剩下当时还没车轱辘高的你，是你长大之后成功立下军功，这才重新成了镇远侯。所以这侯府原本就是空的，只不过表面光鲜罢了。侯爷每月利银100两，可是这些年，侯爷光是自己每个月吃穿用度上就要花上不止1000两。
而且还喜欢和狐朋狗友去青楼茶社收藏文玩珍宝。侯爷觉得，就凭你那点利银，怎么支撑得起这偌大的镇远侯府？胡言乱语！那这些年，我镇远侯府越发兴盛，你又如何解释？这是因为所有的开销都是夫人用嫁妆给你贴补的。若非如此，就凭你挥霍无度，这侯府早就散了。真是笑话！堂堂结实男儿，居然靠夫人变卖嫁妆维持侯府。我还以为小侯爷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，原来也是个花架子。我还以为那小侯爷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，原来竟然是个花架子。我不信。如果侯府真的没钱，那场宴会是如何办的？一定是你对于明哥拿走钟馗之事怀恨在心，所以串通好他们一起演戏报复我。你都忘了吗？我不管你是去偷去借还是去抢都好，哪怕是你把我侯府的地契抵押出去，也务必要把这场宴会给我办得豪华隆重。谢万州，欠债还钱那可是天经地义，你不会是想赖账吧？我可是当朝侯爷，你们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！我管你是侯爷还是什么阿妈狗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得还钱。没错，若不还钱，就算我们去敲灯问卜告御状，也得讨一个公道回来。不成，他们这是要去告御状，那我好不容易得到的爵位，肯定要被皇上收获。知意，你帮帮我。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要大手大脚，可你执意如此，自取灭亡，怪得了谁呀？侯爷，小人刚刚算了一下，侯爷名下的镇远侯府所有的土地财产加起来，也刚刚好还清所有的债务。我们不管你是卖宅的还是卖地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见到钱。侯爷，你没事吧？难道真的是为父错了？真的是我败光了侯府？不，你又错了。其实这侯府早就没了。当年镇远侯府的祖宅以及房契地契一应的家居，都是夫人出钱买回来的。你出钱买的？那为何？我跟你说，是圣上念你劳苦功高，所以将当时抄家的祖宅以及一切的金银珠宝都归还给你，而你却不懂知恩图报，反而欺辱夫人。奴家自幼生在青楼，也见过不少人，有些凉薄之人，忘恩负义之人，奴家也算是阅人无数。但像侯爷这种极不要脸的，敢称第一，怕是没人敢称第二了。起初我以为我嫁给了一位家财万贯的小侯爷，没想到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破落侯爷。莫非真的是为父错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钱！知意，你帮帮我，你之前都能用嫁妆贴补侯府的，也不差这一回吧？听听，这得多不要脸，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呀！知意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谢婉舟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真心错付。可自从你一次次抛下我，选择裴明哥之后，我就彻底对你死心了。但凡事无绝对，我可以看在之前夫妻情分的份上，最后帮你一次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如此绝情的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同我和离。和离不行，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谢婉昭，赶紧还钱，不然我们就去告御状。还钱！谢婉舟，这和离书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？我不签，想同我和离，你做梦！我还指望着靠着镇远侯府加官进爵，这会儿绝不能和离。好啊，那侯爷就把镇远侯府所有的家当都给我吧。以后呀，就没有这镇远侯府了，只有沈府。
侯爷今日若是签了这字据，这钱我可以帮你还；若是不签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恕不奉陪了。我签。好了，这宅子今日就物归原主了。你带着他还有他们，给我滚出去！这件事情没完，等岳丈回来，我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我们以后住哪儿？为夫自有办法。为夫在这京城青年才俊中极有脸面，交友甚广，随便找个朋友借个1800两不是问题。我有一事相求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二姨夫的三大爷要临盆，我得回去接生。李兄，我家母猪今天有相亲，我得赶紧回去给他把关啊！刚来就走。哎呀，侯爷，吴老板，多日不见，酒楼生意还是这么火爆？哪里。侯爷最近在哪儿发财？吴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有一些难处，想跟吴老板。哎呀，侯爷，我突然想起，我二大爷掉粪坑里了，家里人催我回去捞他的。高子，你不是说交友甚广吗？我看都是些酒肉朋友。这些人当初吃喝嫖赌都是我付的钱，个个都像一条狗一样的摇着尾巴巴结我。如今本侯落难了，个个都跟躲瘟神一样。等我重新夺回家产，我一定让他们都后悔。那我们今晚住哪儿？不对啊，虽然祖宅地家产全没了，但我当初给你买的金银首饰、奇珍异宝去哪儿了？都借给我那些虎卫营的兄弟们回家讨老婆欢心了。什么？全都借出去了？没了这些金银珠宝，我们怎么在京城里生活？赶紧去找他们讨要回来。我不要，若是这次找他们要回来，那我的面子往哪搁？哎呀，侯爷，你不过是一叶障目，这夫人闹了这么大一出，不过是在跟您赌气。是吗？他的目的啊，就是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跟我争宠罢了。此言有理啊！走，本侯带你回去吃香的，喝辣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吃香的喝辣的啊？对，在侯府门口整整喝了7天西北风。沈之义这个贱人，连见都不肯让我们见一面。侯爷，夫人里面有请。你看吧，我们猜的果然没错。之意啊，只是和我赌气，想让本侯注意他罢了。哼！沈之义，本侯是来跟你认错的，我不该拿走你的管家印信，夺走你身为正妻、执掌钟馗的权利。明哥呀，他确实不适合管家。这样，我把侯府的管家权给你，这场闹剧就此为止。哼，侯府，我怎么记得某些人已经把侯府卖给我了？是啊，如今哪来的侯府？好像只有沈府。小侯爷这是打不到秋风，又回来吃窝边草了。之意，你我既是夫妻，又何必闹成这样？我
也可以不怪你纳策。我知道你爱我入骨，我也希望你可以冷静一些，不要在这里演戏报复我了。这样，只要你把他给我赶出府，再跪着求我原谅，最后啊，再把侯府还给我，我就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我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对你的。真是笑死人了！哎呀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夫人那么爱我，怎么舍得赶我出去？倒是你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如今什么德行，也配在夫人面前大放厥词，是吧，夫人？放肆！我是正，你是侧，正夫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侧夫插嘴了？之意啊，机会我只给一次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你听见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一只大苍蝇在耳边嗡嗡叫啊？夫人必是听错了，奴家只听到狗吠声。你们，小姐，老爷回来了。爹回来啦。老爷正在宫中跟皇帝禀报军务，马上就会赶到咱们沈府。沈之意，这回你完了。等待会儿见到岳丈大人，我一定将你这些天做的这些荒唐事一五一十的禀报，让岳丈大人好好收拾你这个娼妇。明哥，明哥你怎么了？还愣着干嘛？叫大夫！恭喜侯爷，佩姨娘这是有喜了。只是日子尚浅，胎动不安，有流产之兆，还需安心养胎。告辞了。明哥，这是真的吗？之前你说要等封王才生子，一直不肯与我行周公之礼，如今看来一切不过是借口。谢婉舟，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吧？太好了，我终于有孩子了。婉舟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想喝人参鸡汤，他饿了。你快去买一些上好的百年人参来，给明哥和孩子补一补。这是我未来镇远侯府的世子独苗，要是亏待了，我唯你是问。我不去，这是你谢家独子，与我何干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想让我为你花银钱，可以，除非你当场暴毙。作为正妻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买一口上好的棺材，送你下黄泉。这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那奴家也可以为这位正夫准备一块风水宝地，以表尊敬。夫人，你看他要是死了，奴家是不是可以转正了？那是自然。你们，沈之意，你怎能如此咒夫君早死？简直是太没有规矩。本将军今日替夫君好好来教训教训。沈之意，你竟然真的会武？不是很会，但比你强。沈之意居然会武功，轻功还不低。夫人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他离渊了。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，暴露了。沈之意，你一个深宅妇人，明明会武，还能跟我打得有来有回，为何藏得如此之深？莫非你是敌国奸细？胡说八道！还有你那9个哥哥，甚至还有你爹，通通都是奸细！蠢女人，你完蛋了！裴明哥，你找死！夫人，接见。我沈家满门忠立，世代为大渊基石，9代不移。我爹为大渊戍边40年，保佑大渊半壁江山。我9位哥哥皆为保护一方百姓，
战死于沙场马革裹尸，就凭你，也配污蔑、羞辱我沈家满门？看招！这样的内力，即使是时刻我，也未必能抵挡。你究竟是谁？明哥可是大元皇上亲封的第10大女将军，能胜过她的人少之又少。除非你是李渊，这不可能。李渊早在3年前就战死，沈之意不过是和沈元帅学了几招三脚猫的功夫，侥幸胜了明哥，他不可能是李渊。真是一叶障目，愚蠢至极。李渊，本王定要寻个机会与你一战。逆女，逆女，简直混账！岳父这次站在我这边，沈之意离经叛道，浪荡无形，简直丢尽了沈家人的脸面。岳父一定会好好的收拾他一番。岳父，你回来了。逆女！哎！岳父，你为何打我？爹，你回来了。你还有脸叫我爹是吧？我当初怎么教导你的，你都当耳旁风了吧？爹曾说过，沈家族规，凡嫁之女，不可忍气吞声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方为将门虎女。你说的倒是不错，实际上呢，被你的夫婿欺负了整整3年，你都不敢告诉我，甚至被侧室骑在你的头上作威作福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教训的是，沈老先生误会，这件事情是沈之意有错在先。他虽然嫁与侯爷，但是不守妇道，整日流连于青楼小馆之间，还纳了青楼的花魁做侧夫，当真是水性杨花呀！闭嘴！鸡屁股拴线，扯淡！我女儿什么脾气，什么秉性，我当爹的能不知道吗？她肯定被你们逼急了才这样做的。狼狈为奸，欺负我女儿在城中无依无靠，对吧？今天老夫回来了，我看谁再敢对我女儿说三道四，谁再敢欺负她。否则的话，老夫这把年纪了，临死之前拉1、2个垫背的也是捎带的事儿。哼，莫非？拜见岳父大人，我就是令小姐新纳的侧夫。哦，莫非是老夫看错了？老夫出使的时候见过漠北王南宫幽冥一面，此人竟如此相像，行，老夫必须得试试他。传闻南宫幽冥沾酒必醉，既然如此，来人，上酒！本帅要与我的新女婿好好畅饮一番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之前被人欺负，如今纳你做了侧夫，你可不能欺负她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岳父大人放心，我疼他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会伤他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请。岳父大人，我去就回。
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不能喝酒的样子，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人了？老家伙已经起疑心了。既然已经确定了黎渊的身份，那本王要尽快结束与黎渊期待了整整3年的决战了。听说你是南风馆的头牌，应该会很多才艺吧？吹箫会不会？古筝可会？跳舞会吗？放开我女儿！放！哼！爹，可是军中有要事。前方紧急军报，漠北的边关地区秘密陈兵30万，意图再犯大院。漠北已经沉寂了3年，怎么会突然如此？再过1个月，就是当年漠北王与黎渊战神的约定时间了。这岳父大人这刚回来，都没好好陪陪夫人，这又要去前线呀？方才讲到漠北这个杀阡陌，看起来倒是毫无反应，但没反应反倒不太正常。给我看好杀阡陌，若有异常，速速来报。是。兄长，兄长，不要杀我兄长！夫人，这是做噩梦啊！不要抛下我。夫人，我在呢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大王，大王。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30万大军已集结完毕，整装待发。再不走，来不及了。放肆！你是在教本王做事吗？属下觉得大王被美色所惑，实不应该。放肆！我真觉得大王不像以前了。是吗？那你来说说看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您笑过，现在经常看见您自己笑。本王现在经常笑吗？本王也觉得自己跟从前有所不同了。在遇到沈之意之后，本王好像越陷越深了。罢了。吩咐下去，3日之后启程出发。是。丹红，衣服熏好香了吗？昨晚又去哪里鬼混了？天亮都没见到你。
夫人实在是太美了，奴家怕忍不住，所以出去凉快凉快。又哄我。夫人可是比我的命都重要。夫人什么时候给我转正啊？看您表现。那我一定让夫人满意。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你的生辰礼。夫人怎么知道我的生日？我们大婚那天婚书上写着，便记了下来，亲手雕了这一只木簪给你。第一次做，手笨了些。谢谢夫人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哎，哥哥，哥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哥哥可以给我一个饼饼吗？哥哥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母妃怎么会难产而死？你还有脸提生辰？何必跟一个灾星生气呢？挨打了还笑这么开心？切！哥哥，我饿。既然你这么饿，那你就在这跟猪一起吃猪食吧你！哥哥，我饿，我哥哥。我从小到大，母亲因我难产而死，我的兄弟姐妹都弃我辱我，他们都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，没有一个人在乎过我，也没有一个人温暖过我。以后有我在，每年生辰，我都会陪你过的。沈之意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天这辈子都不要到来，就让我跟你一直长相厮守下去。怎么不吃啊？是没胃口吗？本王在漠北每吃一口食物，都要千般小心的试毒，只有在他面前，我才能和普通人一样，享受家的温暖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就别勉强自己了。晚些我带你去醉红楼，那里的烤鸭很好吃的。能和夫人在一起，哪怕是清粥小菜，我都觉得是人间美味。日日都是这样的清粥小菜，连荤腥也不见。这样下来，我腹中的胎儿如何能受得了？姐姐，我倒有一道菜想吃。听闻醉春楼的醉鱼味道很是鲜美，姐姐带我去吃吧。我带你去？这侯爷莫不是忘了，是我爹念在你我还是夫妻的份上，才允许你们暂住一段时间。请侯爷好好管管妾室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哎呀，侯爷，这也不是我想吃，只是近来胃口实在不好。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之意啊，明哥既然已经嫁入了侯府，都是一家人，更何况他肚中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怎敢如此苛待他？侯爷怎么还说这是侯府啊？怕不是又忘了，如今这里是沈府，你们三番五次恬不知耻，要这要那。
岂不是惹人笑话？杀阡陌，你侯爷息怒，要是姐姐不喜欢的话，那明哥不吃就是了。听闻这法华寺十分灵验，侯爷，我想去求一下保胎的符纸。听说今天晚上那有灯会，要不我们一家人一同前往吧？他竟有这样的好心邀我一同出游，不知姐姐意下如何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究竟还想弄什么幺蛾子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当然，我已让军中士兵伪装成山匪在此等候，定要好好收拾收拾他。夫人，这就迫不及待了，要与奴家再度巫山。外面可还有人呢？少来！侯爷，沈之意不是喜欢那侧夫吗？那我就让他在此处夜夜做新娘。啊，侯爷，我突然腹痛难忍，像是动了胎气。快，速速回府传大夫。小姐，裴姨娘说腹痛难忍，与侯爷先回去了，说怕影响您出游的心情，让咱们自行去便可。这么快就忍不住要动手了吗？车上的贵人，请下车吧。你们要多少钱？我给你们便是，何必打打杀杀？钱，哼哼，爷爷们有的是钱。现在我们寨主就缺位压寨夫人，因为侯府大人貌若天仙，我们就是为你而来了。敢动我夫人，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你居然会武功？铁猫儿，来迟一步。你绝对不是青楼小官这么简单。奴家可是刚救了夫人，夫人就来怀疑我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夫人，当初是您贪恋奴家美色，与奴家共度春宵，现在怎么又冤枉起我来了？我那个时候喝多了，我以为你只是青楼花魁而已。夫人，奴家对夫人一见倾心，甘愿如此。现下最重要的是外面那些人，他们的身手、功夫，绝非匪徒那么简单。他们是军中士兵，而且这帮人好粗鲁啊，把奴家的发型都弄乱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美，你天下第一美，说正事儿。嘘，我天下第一美，那是他们都知道的事情。杀阡陌，我已经试过了。刚才那些袭击夫人的匪徒，武功不低，至少也是个百夫者。距离这里最近的军营就是二夫人的虎威营。你的意思是，谢婉舟
裴明哥想杀我，走，去找他们，问个清楚。侯爷，这批山匪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这次一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贱人还没死！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听闻有山匪出没，我和侯爷正准备去救你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侯爷真是好大的算计，连自己夫人都下得去手。你这是何意？出行之事并无旁人知晓，可那群山匪却奔着夫人而来。他们是如何得知我们乘坐的是哪辆马车？你是在怀疑我与明哥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不然为何你们前脚刚走，那群山匪后脚就到了呢？荒谬！我们是因为山路颠簸，明哥动了胎气，不得已才回府，又怎会提前得知山匪会来？一般的山匪不敢挟持管家的马车，更何况侯府的标记如此明显。再者说来，那条路不是裴娘选的吗？无凭无据，你少血口喷人！皇上驾到！既然你说我错怪了你，那就请皇上来评评理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何事需要朕评理啊？那朕就来断一断。皇上明鉴，是明哥忽然腹中作痛，臣与明哥才不得已回府，侥幸才躲过一劫。他们既然说山匪是臣安排的，哼，简直一派胡言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求皇上明鉴。夫君在得知消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去救他们，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脱险，安然归来。什么安排山匪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皇上，我有证据。传。皇上，此人就是裴将军手下的百夫长，受裴将军指使，伪装成山匪，劫持了侯夫人。此人不是逃跑了吗？怎么把他抓回来的？我是大渊第一男花魁，恩客众多，请一个这种小杂碎，信手拈来。瞧把你给弄的！他说的可是事实？你若是敢胡说八道的话，你妻儿的性命可就没了。皇上饶命啊！小人的确是山匪，不是什么百夫长，只是听闻侯府夫人国色天香，才起了歹念。小人知错了，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杀阡陌公然污蔑国家一等侯和您亲封的将军，其情可诛，还请皇上做主，重罚，打死，才可平名分。夫人，奴家有办法。皇上，请看，裴将军对这手上的老茧应该不陌生吧？此茧是弓箭磨损留下的，只有长期使用至少2弹的弓箭才有这样的伤疤。据老臣所知，只有裴将军的虎威营才有这样的强弓。天哪，这世上该不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吧？裴将军对此作何解释？你到底是何人？还不速速招来！小人的确是虎威营的百夫长，受了裴将军的命，前去劫持侯府夫人。裴将军交代小的，务必要从实招来，有朕给你做主。裴将军说，务必要玩死沈之意，再将他丢到神府门前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放死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皇上，裴将军用如此狠毒的手段对付老臣唯一的女儿，求皇上为老臣做主。
请皇上给臣女做主。你等真是蛇蝎心肠！请皇上饶命！皇上，微臣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皇上恕罪。镇远侯府谢婉州降为3等镇远伯，裴明哥革去将军一职，降为千户长。什么？这个毒妇竟然害我至此！你这废物！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处处被那贱人拿捏，现在又被贬黜，我当真是瞎了眼才爱上你。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谢婉州，这个时候你该醒醒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什么。我要官复原职，我要振兴侯府，我要败亡，我要让沈之义和沙阡陌这对奸夫淫妇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我帮你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没得选，只有我们漠北小可汗能帮你逆天改命。你是漠北人？不光我是漠北人，沈之义身边的那个南妓沙阡陌更是漠北王南宫幽冥。漠北王南宫幽冥？此事千真万确，我以小可汗使者安达身份起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必遭天谴。这么说来，沙阡陌真的是漠北王南宫幽冥？那小可汗想怎么合作？只要你帮小可汗解决掉南宫幽冥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可汗都满足，哪怕是整个大渊。一言为定。从今日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靠山，我不用再靠你沈之义了。3日后，宫宴之上，就是你整个沈家和南宫幽冥的死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你这次真有信心将他们一网打尽？那是自然。如今边境安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沈老元帅是功不可没呀。是啊，这沈元帅镇守边关多年，真是忠君爱国呀。朕今日设宴为沈老元帅庆功，众卿请坐。谢皇上。忠君爱国，一帮趋炎附势的庸臣。漠北大军已于边境屯兵数日，你们作为国之重臣，军中统帅，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寻欢作乐。哦，那镇远伯有何高见呢？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诸位可知，这漠北王南宫幽冥此时此刻就在这殿中。啊，就是对。镇远伯，你都会说笑了。就算3岁小孩也知道，这漠北王身高3丈，长得奇丑无比。你看这殿中何人有此特征啊？那些都是谣传。这漠北王南宫幽冥之所以一直戴着面具，是因为长相俊美。我说的对吗？沙阡陌？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漠北王南宫幽冥。你是南宫幽冥？本王自认为藏得天衣无缝，你是如何得知？你真的是漠北王，所以你一直在骗我。漠北王，你秘密潜入我大渊国都，究竟有何目的？本王不过觉得大渊风光秀丽，闲来无事，前来一游。南宫幽冥，你别装了，此次你秘密进京，是因为他。我大渊驻守边疆的沈大元帅沈卫，你们妄图暗中勾结，
密谋造反，信口雌黄！老夫我赤胆忠心，日月可见。皇上，我沈家世代忠良，满门忠烈，绝不可能有谋反之心啊！这可是黎渊的父亲，他会谋反？本侯并非虚言，我有确凿证据。来人，回禀陛下，属下在沈卫的住处找到了他和南宫幽冥来往书信，上面还有漠北大汗的玉玺。哦，呈上来。这笔记、国玺都没错。沈卫，你当作何解释？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老臣从未与漠北王通过书信，皇上，老臣是冤枉的。任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书信是我找人伪造的，玉玺是使者提前找小可汗盖好的。皇上，父亲是被冤枉的。启禀陛下，臣率领的虎威营将士在宫宴前于漠北王住处搜到大量甲胄，还有火器。甲胄、火器。漠北可汗与沈卫的计划是派南宫幽冥秘密进京，娶沈之意为妻，缔结盟书，在不久的将来趁机作乱，密谋篡位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沈之意敢愿天下之大不韪，纳他入门。哼！他们本来计划在7日之后，陛下出城前往祭天大典路上动手，可惜啊，被我识破，你们注定功亏一篑。来人，将沈卫给朕拿下！皇上，老臣冤枉！皇上，皇上，老臣冤枉！老臣冤枉啊！皇上，漠北王身份特殊，案件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准踏出沈府一步。沈之意，放心，朕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一定会将此事继续查下去。若你父亲真的是无辜的，朕定会登门致歉，还你父亲一个公道。谢皇上。之意，我镇远伯谢婉州，忠心护主，大义灭亲，着恢复镇远侯爵位。裴明哥，辅助有功，着恢复将军称号，再上黄金1万两。臣领旨谢恩。爱卿平身吧。陛下，臣自愿审理沈卫通敌叛国一案，为陛下找出还藏在朝廷之中的细作。那便依你所言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让朕失望了。陛下放心，臣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坐实沈家通敌叛国的罪证，让之意尝尝背叛的痛。之意，南宫幽冥，我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那你呢？难道你就没有骗我吗？黎渊，我是黎渊，那又如何？与你有何关系？你害得我父亲下狱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啊！你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你，是我错了。我承认，我原本是抱着目的来的。3年前输给黎渊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我眼看3年之期就要到了，
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绝对没有别的目的。我这次只是来找黎渊，我想与他再战一场，但是我却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已经爱上你了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官，我们或许能在一起。可你偏偏是漠北王，我们之间隔着国仇家恨。不管我是谁，你都是我的夫人。不好了，小姐，不好了！昨天天牢里出事了。我爹怎么了？老爷他被毒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夜，不可能，我爹不会有事儿的。来人，备马车，我要去找我爹。之夜，不行，本王现在不能插手，否则就坐实了沈家的罪名。爹，是女儿不孝，女儿来晚了，女儿对不起你啊！岳父大人死得好惨，是女儿不孝。是谁？是谁给我爹下的毒？还用问吗？夫人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岳丈死后，谁得益最大？南宫幽冥。小可汗派人接触了谢婉舟，糟了！谢婉舟，是你害我爹下狱的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之夜，这一次你是真的误会我。这一位，你应该认识吧？他是京都最有名的仵作马良，他填写的命格天衣无缝，30多年来从未有过冤假错案。那马仵作倒是给断的，元帅究竟因何而死？沈元帅中的是一种叫醉仙翁的奇毒，中此毒者会像喝醉了一样，会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死去。此毒只有漠北皇室才有。漠北王室，这醉仙翁可不是谁都能接触的，全部都是由漠北王朝造册管理，光是一滴就价值不菲。夫人明明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南宫幽冥，你为何要杀我爹？不知道他哪里对不住你，让你下如此狠手。之夜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如此不堪吗？到现在还在跟我演戏。如果我说杀你爹的人不是我，是他，你会信我吗？笑话！我若是下毒者，我哪来的醉仙翁？莫不是你还想说我勾结其他漠北王室，故意陷害于你？可事实就是如此。之夜，我没有骗你。你还打算诓我吗？一瞅就是不肯信我。你知道我爹有多满意你这个女婿吗？爹，这些日子留心观察杀阡陌这个小子，人不错，是个良配。这么说来，你是认他这个女婿啦？那当然啦。太好了，爹，我还担心你对他不满意呢。
爹看得出来，那小子吧，看起来娘们唧唧的，但对你确实不错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你对他也是真心中意吧？哎呀，爹！赶紧给爹生个白白胖胖的外孙子，爹这辈子也就如愿了，可以安心的去九泉之下找你娘去了。爹，爹，女儿不孝，引狼入室，我今日就要为我爹报仇！之意，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心？你究竟怎样才相信我？要不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？你才相信我是冤枉的。爹，女儿我为你报仇了。女儿现在就叫人接你回家。死了，都死了。我看从今往后，还有谁能护得了你这个贱人？夺回镇远侯府的日子，终于到了。哟，怎么只有姐姐一人在这灵堂里守孝啊？哼，莫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沈卫通敌叛国，不敢前来吧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滚出去！当初我进王府大婚的时候，你脱下我红衣，又扒了我的衣服羞辱我。现在你看看呢，我不仅要穿，我还要在沈卫这个老东西的灵堂里穿。你看这多喜庆！今日是我父亲出殡的日子，还望尔等，以死者为大。沈之意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沈家的府邸已经被陛下当作赃物充公了。放肆！又被陛下赏给了我。哼，陛下还要嘉奖我为镇远侯，还将你父亲元帅之职给了我。如今我手握军权，又是异姓王爷。哼，沈之意，往日你对本王爱搭不理，本王今日让你高攀不起。来人，将罪臣之你给我拖下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免得脏了我镇远侯府的地儿。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把这老东西的灵位也给我通通丢出去，本王嫌晦气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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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之意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父亲，是女儿不孝，让你死了都不得安宁。你爹死了，如今再也没有人能护得了你了。你只能像之前一样，乖顺的像一条狗，匍匐在我的脚下。无论受什么羞辱，什么委屈，都得给我忍着。发生了什么？
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小姐，奴婢刚才听说，南宫幽冥他并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据说他的心脏异于常人，竟然长在右侧，因此才逃过一劫。现已逃回北漠，领着30万铁骑叩边。这怎么可能？3年之期已到，我的内力终于回来了。他这功力竟然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。南宫幽冥，你犯我大冤，害我父亲，又戏耍于我。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丹红，奴婢在。取本将的明光铠，红缨枪来。愿大渊第一战神黎渊将军。渊将军，他怎么是黎渊呢？皇上，臣愿领兵挂帅出征，为我大渊荡平贼寇。黎渊将军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眼前这位不是已故元帅沈卫的孤女沈之意吗？说他是黎渊，那我之前多次羞辱他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准奏，将军之威震慑寰宇，必能马到成功。此为20万大军调兵虎符，一并交由将军，朕等着将军凯旋而归。谢皇上恩典。皇上不可！沈卫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，沈之意是他独女，至今仍是南宫幽冥的妻主。若是他与南宫幽冥暗中勾结，我大渊岂不危险？那爱卿有何良策呀？臣请督军一职，跟随李渊将军一同出征，确保北征万无一失。皇上，臣自请做黎渊将军先锋，协助黎渊将军作战，早日斩杀敌手南宫幽冥。好，准奏。如今敌军正处于我军对岸，与我军隔江相望，并且敌军的数量是我军的3倍。由于地形优势，大江周围皆为平原，利于敌军30万铁骑冲杀我军步兵金阵。此战对我大军大大不利。看来此战不可贸然行进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从什么长啊？计什么议？这个酒囊饭袋又想干什么？在本将军看来，大军应该立刻发动奇袭，绕道一线天，偷袭敌军的后方，即可扭转战局，大获全胜。不可！一线天地势险要，两山之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供大军行进。若是敌军在山谷内守住，将我军引入一线天，前后两路，那我军便陷入困境，如待宰羔羊一般，任人屠杀。你是督军，还是本王是督军？镇远王是督军。那现在本王就要行使督军的权利，立刻剥夺你的督兵权，交出元帅大印。你说什么？谢婉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本军无需胆小如鼠怯战之将，接下来的国战，本王将亲自统领，与那漠北王决一死战，将对将，王对王才是。不可，绝对不可！那若是本王决意如此呢？南宫幽冥乃是漠北100年来不世出的统兵奇才，在行军打仗方面，对比本将丝毫不逊色。若是换作你上场，只会是一败涂地的下场。他是100年一遇的统兵奇才，
本王会比他差？整个大渊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纵使你是离渊，也有战败的时候。唯有王爷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百战百胜。就算你是离渊，在本王面前，你也只能排第2。本王才应该是名动九州的天下第1军神。好一个狂妄的谢婉舟，他怕是还不明白，他之所以能百战百胜，是因为知意暗中帮他，全力攻击干掉我方主军，再由这个废物收拾残局。就凭他也配称天下第1军神？呸！本王当年与知意斗了整整3年，才勉强分个高低。如果真按照他所说，那岂非本王居于他之后，只能排个第2、第3？既然他要找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他，吩咐下去，在1线天设下埋伏，好生招待这个天下第1军神。是。小姐，你当真不管管姑爷吗？有些人啊，不撞南墙心不死。此令为陛下亲自所颁，见此令如震清灵。若你还不交出元帅金印，那就是目无君上，按律当斩，株连9族。谢婉舟，我可以把金印给你，但你记住一句话：出了这营帐，可千万不要回来跪着求我出手帮你。哼！想让我求你？下辈子吧。不把他打疼了，打怕了。哼！有些人啊，还真是容易忘了自己是多么愚不可及。启禀大王，我们把大渊的督军抓到。来了。大王。这不是鼎鼎大名、百战百胜的都主大将军吗？怎么成了本王的阶下囚了？南宫幽冥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？杀你，岂不是太便宜你？黎渊是本王的女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她？你的女人，只怕她现在正恨你入骨，做梦都想取你的狗头呢。我和她之间的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既然你敢欺负她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临阵脱逃，逼他让位，那我就废你双手，让你不能执掌军印。你诬陷她是罪臣之女，理应回避，我便废你脸面，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得人。你诬陷她徒有虚名，胆小如鼠，那本王就赐你一个牵羊之礼，围着城门大绕3圈，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得人。南宫幽冥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可是镇远王，我是漠北王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将对将，王对王。今日不给你个痛快教训，我怎能轻易放你离开呢？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太好了，婉舟落住敌手，竟然还能安然回来。那是自然，本王是何许人也？在那漠北中军大帐之下，本王不卑不亢，舌战群儒。
差点没说的那漠北王当场给我跪下。谢婉舟，昨日一战，我军损失惨重，大军几乎死伤过半，你竟然还有脸在这吹嘘？是啊，禁军，您还是把统兵权还给黎元将军吧，否则此战若输，咱们的脑袋就得通通搬家。沈之义，元帅今夜还给你，你最好接下，别逼本王跪下求你。众将听令，末将在。随本将军马踏漠北王庭。是。之义，别叫我之义，叫我黎渊将军。今日既分生死，也决高下。好，黎渊将军，所以你还是相信是我杀了你父亲吗？没错，南宫幽冥，还我父亲命来！不愧是我的好夫人，果然热情似火，不枉为夫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杀我父亲，你对我又何曾有过真心？我没杀你父亲！满嘴谎话，我只恨当初没多捅你几刀。你就这么不该相信我吗？让我信你，除非你死在我面前。你为何不躲？因为我想让你相信我，本王真心爱你。如果你能相信我，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，死在你枪下又何妨？我从来没有害过你父亲，更没想过去害你。小可汗派了人接近了谢婉舟。漠北小可汗，南宫瑾，怪不得谢婉舟会知道你的身份，怪不得他会有印有漠北王玺的书信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终于，你终于可以相信我了。南宫，南宫幽冥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不要命了？因为我爱你，我才想活到现在。他们都气我，辱我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将我攻向神坛，想尽办法让我粉身碎骨。只有你让我觉得，原来我也可以清醒的活着，原来我也是值得被爱的。真好。临死
死前最后一刻还能陪在我身边。夫人，现在你相信为父了吗？我信，我信。别哭，别哭。来世，幽冥还想和夫人喜结连理，白头偕老。南宫，离别之时，父愿夫人千秋万岁，长乐无忧。幽冥，幽冥，幽冥，幽冥！说来也奇怪，你都有身孕3个月了，肚子怎么还不见显怀？我又没怀孕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哎呀，王爷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也是想和沈之意争宠吗？大不了以后我真的给王爷怀一个，怎么样？你这个贱人！在漠北军营中，本王伤了根本，无法进行床事。什么？你这贱人竟敢骗我，害我谢家断子绝孙！我杀了你！一个没有用的女人，本王留你作甚？哼！报！何事啊？李渊将军屈而复返，现已单枪匹马杀到门外了。因秘密训练的3件死士，在不到半场茶的时间被他杀光，现在正往大帐而来。谢婉舟，速速出来，领死！黎渊不愧是黎渊啊，这么快就杀光了我花了3年时间培养的死士，杀到了我大军帐下。谢婉舟，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黎渊？3年前我就知道了你的身份，我故意接近你，把你这个战场上的无敌杀神变成我的傀儡、玩物，把你困在我身边，用你的钱养我的兵。所以你这些年花钱如流水，那不过都是我的伪装罢了。若不这么做，怎么能让全天下的人，让皇上认为我是一个不识好歹的蠢货？啊，要是不这么做，又怎么气得你为了报复我和南宫幽冥在一起，好让我趁机毒杀老岳父，再嫁祸给南宫幽冥，让你们斗得不死不休啊！夫人，你个疯子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只要你和南宫幽冥任意一个人死了，对于2国而言，就是失去了擎天之柱，必然斗得你死我活。届时，本王顺势起兵造反，天下又有谁能挡得住我君临天下？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爱过我，是吗？是。
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工具罢了。谢婉舟，你个疯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本王又何须对得起谁？本王又有何错？你欺骗我这么多年的真心，这便是错。你因一己之私杀我父亲，引起两国国战，数十万将士因你而死，这也是错。那又如何呢？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受什么委屈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从小没了爹，我的娘和我唯一的妹妹沦为青楼最下贱的娼妓，一片朱唇万人尝，每日活得生不如死，最终不堪贞洁受辱，活生生吊死在我面前。这不该成为你犯下此等坏事的借口。你出身高贵，是将门嫡女，又怎会懂我们这种从小日夜受尽折磨，被人像狗一样的踩在脚下，屈辱的活着？生死贵贱，本应由天定。可我谢婉舟偏偏就不信这命，我就是要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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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走到最高，我就是要做好。我就是要做皇帝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欺负不了我。我也想做个好人，可命该如此。世人皆知将军离远，少年披甲从容，一战便威名远播，此后更是靖边卫国，荡寇守疆，一生战功赫赫，无人能及。可谁人知我沈知意心中所求，不过是家人平安顺遂。可到最后，我的父亲，我的爱人，皆因我而死。今生我做错了太多事情，无法回头。爱我者已逝，害我者已死于我之手。天地之间，就独留我一人。幽冥，你说我是你此生唯一的温暖，哪怕错信他人，把你杀了，你也没曾怨过我。你说愿与我再做夫妻，你说愿我余生长寿喜乐，可我思念你，一刻都等不及了。既如此，知意便来寻你。